大家好，我是小邱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华硕的新款无畏 Pro 16 2022款的拆机。那这个机器我为啥感兴趣呢？我先说一下这个机器的它的特点。首先，它跟大部分全能本呢，它要么就配一个 6800H 的 U 极显，或者配一个3050的独显，这样给你2个硬盘位。也有一些是1个硬盘位的，就是直接无法扩展。内存的话全部板载，然后就没东西了。大部分情况下它就是这种配置嘛。这个机器呢，它搞的这个配置还是比较有个性的，它是牙膏的 U12500的，然后显卡是3050的，它的内存呢是板载16G， 另外给了你一个插槽，你可以自己扩展，你可以加一个32G， 好像是这样的。还有呢，它是一个双硬盘位，就是2个 M2 口，你也可以自己扩展一个。那这个其实看起来也都很正常，比较不正常的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全能本上，它给你加了一个这个独显直连。我刚开始收到这个机器的时候，我开机进了一次系统，然后我点开那个什么我的华硕里面，它竟然有这个切换独显直连的设置。机器的话，我就简单体验一下，初步体验的感觉就是壳子软，这个机器的壳子这个后盖我估计是塑料的。我不确定是塑料还是金属的，反正 C 壳跟后盖都是有点软的， A 壳也是有点软。好了，机器的话就介绍这么多吧，然后就是一会儿着重讲一下这个机器后期你拆机升级的话，还有清灰怎么处理。那如果说大家手里面刚好有机器需要拆机升级或者清灰的话，都可以来小邱的小店来看一下。小邱的店里分别上架了高中低配的拆机升级以及清灰的套餐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选择。淘宝搜索小邱搞机或者小邱的小店可以找到我。天气渐渐转凉了，那大家拆机的话注意这个静电问题，有条件呢你就带一个这个防静电的手环，如果没有条件，你可以带一个这种防静电的手套也可以的。你如果下单我这套餐里有手环的套餐，你不想要手环，也可以给你换成这个手套，都没问题。那在开拆之前呢，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拆机的注意事项。这个机器呢，跟大部分超级本一样，它的这个后盖的螺丝是6角的。我们先把所有的螺丝全部拧下来。我看了一下，这个所有的螺丝都是一个长度的，所以你不用分。这个呢是给的一个磁性的定位板，可以按照它螺丝的顺序放下来。但是这类机器不用分的话无所谓啊，你可以放一起。如果是碰到那种螺丝需要分长短的，你可以按照它原来的位置这样摆放。好，这样后盖螺丝就拆完了。拆这个机器研究了一下，还是用吸盘方便一点。我们把吸盘先解锁，这个下面如果说有点脏，你可以擦干净。解锁，然后把它吸在这个位置。吸好之后呢，用手压住这个边上往上提，稍微用点力啊。好，这样壳子就开了。我试了一下，这边不是很好提。这边弄开之后呢，先不要急着拉这边，这边不好拉。我们先用这个撬棒，看这边开到这里了嘛，我们把它竖起来。竖起来之后呢，你用撬棒或者是三角片，最好是用这个长撬棒嘛。这个长撬棒比较软，它损耗也快，但是不容易伤壳子。我们这样慢慢滑，大概滑到转轴这里吧。大概就到这里嘛，就别动了，然后把机器竖起来。竖起来之后，再从这个角慢慢划开一点，到这边。好，大概把角弄成这样，看到了吧？然后呢，再用这个撬棒，短的撬棒或者是三角片也可以，用短撬棒好了，往这边走。不要用力抠啊，到这里。好，到这里差不多了。到这里的话，又遇到一个小问题，就是这个转轴这里也不是很好开。但是呢，咱底部这里搞开了，从这里调过来机器，然后换三角片滑到这边，然后再顺势往下滑。好了，现在就剩这一块这一点卡扣了，就剩这一点了。我估计稍微拿一下就起来了，可以了，看到了吗？方法不固定，你有更好的方法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来。我这个我是自己摸索了一下，我感觉这样比较好拆，就这样来。后盖就拿掉了。后盖的话，这个看这个材料，我感觉就是塑料的，应该不是什么金属之类的。然后后盖没有防尘网，整个进风面积比较大。拆掉后盖之后，第一件事呢，咱先把机器给断电。电池的插头在这里，它这个电池的插头又跟那个华硕的那种超级本不一样，它这个有点像那个天选 ROG 系列的，带一个铁皮，把铁皮顶到前面，轻一点。好，然后把这个插头挑起来，你用这个长撬棒或者是这个陶瓷镊子都可以，这个随便你啊。然后再按几下开机键，把主板的静电放掉。好，接下来咱简单看一下机器的布局。我先说一下啊，这个机器它硬盘这里、主盘这里是给你这个32马甲了，但是从盘没给。从盘的话，等一下建议自己加一个这个32马甲也可以。它这个马甲拆卸是比较麻烦的，一会儿咱再说。先简单看一下它的布局。机器呢也是采用双风扇的散热，
双风扇的散热。然后呢，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内存插槽，内存在这个底下，板载的16G，另外给了一个插槽。这边是它的主硬盘，这边是给的从盘位置，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器后期你加装这个内存硬盘应该怎么操作。这个我先说一下，稍微有一点麻烦，而且它这个螺丝是分类的，不一样。我们首先要拆啥呢？首先要把这电池的5个螺丝拆下来，这里一个，2、3、4、5，因为它这个马甲是压在电池底下的，所以你不拆的话，等一下这个东西拿不掉。我们先把电池的5个螺丝拆下来，这5个螺丝的牙比较小啊，到时候你换套餐那个小号一点的螺丝刀。好，接下来取下电池，从上面直接拿就行了。然后电池的话，给它放到这边好了。然后拆哪里呢？看这边一个马甲，这个腿儿起来一个，对吧？把这边一个固定螺丝拆掉，它跟风扇是一体的，拆掉。好，接下来怎么拆呢？接下来注意一下，这边3个这个螺丝跟这个螺丝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把这3个螺丝，这个拆下来。这个要把螺丝刀换粗一点的啊，不能用细的了。好，这个放这里，然后拿掉这个马甲。这个马甲呢，它是一边给这个固态散热，一边给这边的供电散热。也放到这里。接下来要把这个内存的盖板给拆掉。这个内存的盖板它比较小，用吸盘吸不了。我们用这个长撬棒从这边上慢慢的顶，注意不要把这个元件给搞坏了。从这边上顶一下，好，掀起来，然后再拿掉。另外再演示一下这个固态的拆装吧。这个固态的话，我感觉拆装比较费劲，因为它这个固态呢也是单独做了一个这个框架给你固定。你看是这样的，这个我研究了一下怎么拿，只能掐住这个边上直接往上提，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好办法。就这样。一圈都是卡住的，然后把这个框拿下来，然后固态就可以拔掉了。那也简单演示一下这个固态的拆装，需要注意啊，原装的固态这个位置没有给你配螺丝，我就拿一个螺丝过来。这个如果说后期你找我下单这个拆机套装的话，你就跟我说一下需要固态螺丝，我就给你加一个，我先给它放这。那我们加装硬盘的话，首先要把这个固态的螺丝给拧下来。那假如说你的有的话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不用拧。把螺丝放到这里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固态拿过来。装的时候呢，这样斜着插到底，斜一点啊，不用这样抬很高，斜一点就行了。然后压下去，再拧回去这个固定螺丝。像这不吸螺丝了，放到这个加湿器的框里面放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吸起来。按下去，把这个螺丝拧上。它这个从盘的位置是没有这个散热的，所以这个位置可以自己加一个这种导热贴。贴的时候先把这一边的膜撕掉，然后呢把它放好，对准。再把上面的这个膜给撕下来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类机器的话，因为它这个厚度有限制啊，加这个马甲类的应该是加不上的，所以就贴一个这个导热贴就行了。然后呢，我再演示一下这个内存的加装。内存的话，它这个原装是这个 DDR43200的，到时候你也加一个这样的。装的时候呢，这样斜着插到底，然后压下去。就可以了，两边会自动固定。然后呢，再把它的原装的固态硬盘我再给它装回去。这个装回去有一点费劲，先这样把硬盘插到底，对吧？不用压下去了。然后你把这个框拿过来，这个框拿过来之后，你要对准这个固态，然后再对准一圈的这个耳朵，这个耳朵还不少。先把这个对准一个，然后再找这边2个，然后卡下去。卡下去之后呢，这个还不能装。这一块你装好之后呢，它这有点麻烦的，你还要把这个马甲这样放上去。